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5月3号。视频来聊一下，比特币涨了1倍，为什么还是鼓励很多朋友？你如果真的还有资金想买的话，现货随便怎么买。那期货要买的话，今天利用周线里面这一个哈根 RSI 指标来跟朋友们聊一下二次的买点，我们要怎么来判断，以及很多朋友还是会去做空。我等下来跟大家讲这一个周期就是每一次比特币底部到整个下一次底部的低点，有可能就是1200天、1400天。其实这段时间一直在讲这个时间有可能到2025年初的时候，比特币可能才会见到一个很高很高的位置，就是下面的时间尽量少去做空包括比特币整个日线的形态。那现在价格是又涨上来，我们短线要怎么来判断这个位置短期的一个走势复盘之前可以点我们的 YouTube，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交易，或者有用我们邀请链接注册过的朋友，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社群，上面有更多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这一个时间周期在周线里面，其实很明显就是比特币的底部早就已经形成了，就是这个底部早就已经形成了。一般历史上比特币底部的周期，比如说2011年或者是2012年的这个底部位置，它跟下一次底部的一个时间，也就是2015年的这个底部，跟这个2012年的这个底部，它时间周期差不多会在1400天。那2015年的底部跟2019年的底部时间周期，这个时间差不多是在1200天。然后2019年的这个底部跟2012年的这个底部时间周期也是在1400天左右，所以历史有高度相似性。那我们可以去观察一下，如果下一次的底部有没有可能在2026年9月份左右。然后这几天是一直在跟家人们讲到几个知识，一个是拍 cycle 指标，还有前一天跟家人们有聊过的那个高视线通道，有可能整波牛市它会不会达到，比如说2025年的年初的时候，到时候看会不会有一个阶段性高点。当然我也是希望牛市能不能延续的更长，这个时间周期会不会就来一次例外。然后这段时间比特币在整理的周线里面也是跟大家讲，目前是在整理。你如果真的还有资金，因为去年的时候基本上已经是满仓的结构，如果还有资金的朋友，也是鼓励朋友们，涨了1倍不代表这个市场就不能买。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如果20年的这一个疫情的底部，它上来涨了1倍，如果是代表不能买的话，那后面这一种行情不是全部都错失掉。那我们今天要来看一下历史上比特币它周线里面这个哈斯 K 线是非常的神奇就是一般如果熊市进行了1年多，跟那一个超级趋势指标是非常的像，就是这个熊市进行了1年多，首次看到这种价格穿过这一个哈根 RSI 这个 K 线上方的时候，牛市就是有可能已经开启了。而且像这种穿过的点位突破的位置，就是很重要的拜点1的一个位置，就是追价的一个位置2015年的这一个也是一样，它长达1年多的下跌，在这个位置也是底部整理完以后首次突破这个哈根 RSI 指标。其实这个指标我们都可以把比特币 K 线全部给关掉，你只要看这一个指标在周线里面做长波段，来到一波高位的时候，在这种位置转红的时候给它卖掉。操作就是这样子要搞得那么累，天天在这里面短线嘛。所以这个市场我们操作尽量简单可以看空间来交易。跌了1年多的时间，跌了1年多的空间，像这种突破的位置买点就是买点。那后面如果像这种位置没买到，它只要价格是一直在这一个周线里面哈根 RSI K 线的上方，我的观点是没有涨1年多时间跟1年多空间高位的位置，它只要价格都在这个哈根 RSI上方，现货随便怎么买，有可能短期会被套，有可能短期会被套。就算你买在这个高位，但是整个长线它最终价格也是会上去。
那如果有耐心的朋友，我这段时间也是跟朋友们讲，如果真的像15年这一个整理的区间，现货随便买，然后你要留一些资金反，它有没有可能压回这种？它跟 RSI K 线的位置，每一次压回的位置都是买点，每一次压回的位置都是买点，压回的位置都是买点，压回的位置都是买点，全部都是买点。不代表上去完以后涨了1倍不能买，涨了2倍不能买，涨了3倍，涨了10倍不能买。不要有这种心态，有上来你就观察这种位置，包括2020年也是一样，底部恐慌的位置该买肯定要买，而且要重仓的买，因为很多位置都是危机的买点，危险里面才有机会。那如果不敢买，上去的话就是这种压回的位置，压这种2次买点，就是只要没破这个线，破这个线也没关系，因为其实没有涨到时间跟空间1年多的高位。像现在也是一样，没有涨到时间1年多跟空间1年多的高位，你要怎么买都可以。如果它真的还有压回来，那我的观点是留一点资金反这种黑天鹅事件的位置。它如果真的有在压这种它跟 RSI K 线的位置，买点就是买点啊。所以现在也是一样，整个日线其实还是在这个区间里面。短线我们去观察一下。这2天不是有讲到的一个支撑位，就是这个位置支撑是非常的强。如果我们看4个小时比特币的 K 线，已经是讲了几天，就是这个区间的上沿，它前面这一个位置是这2根 K 线撑了一次，然后昨天也是跟家人们讲，这个位置是有支撑啊，支撑的话现在是又上来。我的观点是区间震荡还是一样，不然你现货随便怎么买，就是不要去做空啊。然后短线它现在是已经有一个上升趋势啊，不过趋势能不能真的就往上去突破，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它的均线，其实就是这2条均线的中间里面来波动，有可能突破这个20MA，它压力只是短线的压力，整个长线观点还是不变，尽量看支撑，因为上面的压力其实离现在时间已经是非常的远。我相信早在底部的位置，很多不坚定的多方，如果是在上方，不管是48000还是69000，有买的话，可能早就已经在底部的位置被主力给洗出去了。现在上面肯定还有一些就是在那边飘摇的一些分子，也算坚定，或者是也算不坚定，有可能就是在那边摇摆不定。就是上面买的一些筹码，或者这个区间买的筹码，这个区间买的筹码摇摆不定，在这个位置到底真的是牛市啊，还是熊市啊，还是说什么猴市？有可能目前就是猴市，就是这一个20MA 短线是有一点压力，但是它只是短线那个压力，然后整个中长线，我的观点是还是尽量看支撑，60MA 是有一个支撑，还有下方的这个25K 附近，这边是很重要的一个中长线的一个支撑区。最后还是一样，可以对我们的有图。